海恩填土之道有道理哈。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很久没有录了哈，所以跟上次一样有点不太习惯了。前阵子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要看我在录这些东西呢，因为比较没有主题性，应该讲说有主题，但是我说过，我每次录影都可能有一个想法，但是我不会去写稿子出来。这边虽然有荧幕，但是基本上这个跟我要讲的东西完全没有关系哦。这个有关于这种方式呢，最主要是因为有时候我遇到一些东西想谈，然后我不想再重复写稿，不然的话，稿子其实我起码也有300-400万、400-500万的字在那边，然后重复再念，当然也是可以，可是这样感觉好像在念书一样，不是不行啦，可是这种互动就会更少。另外的话，就是我要加更多的后置。我说过我不想加后置哦，因为后置不是我的风格，我不想做这样的事情。这阵子已经很多事情了，再加后置，如果我真的要维持之前录这个影片的频率的话，可能会更低。今天其实我要讲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不能讲料理了，就是素食的这种东西哦。我讲的素不是吃素的那个素，是不管是在 7-Eleven 或者是在全家便利商店呢，其实大概这2-3年来吧，都可以看到有一种特殊的饭团，它叫做清酒蛤蜊，就是外面有那种烤焦的那种饭嘛，然后里面放的是蛤蜊嘛。然后它号称有加清酒在里面去，我想大家应该都可以找得到这种清酒饭团。它主要强调就是吃那个蛤蜊本身的鲜味，然后透过清酒这样再蒸出来之后，增添它的风味。基本上在这样子的料理里面呢，你可以把蛤蜊换成任何一种海鲜，基本上都可以。当然你要先把它有壳的要去壳，有皮的要去皮哦，都可以。所以是不是蛤蜊当然也是关键了，但是它的重点呢是在于说，它用清酒去做调味料，然后再去烤。这个各位去找一找，再试试看它，去感受它本身的这个美味哦。我蛮喜欢吃的，但是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个印象，就是你在一般的日本料理店，我讲不是板前哦，不是吃寿司那一种的，就是一般日本料理店有没有这种所谓的烤蛤蜊饭团？你一定很少看过这样的东西。烤蛤蜊有啦，饭团也有啦，但是把它蛤蜊再把它弄起来弄在里面的那个很少。这个各种原因我不知道，但是你不可能烤这蛤蜊，这个清酒蛤蜊饭团里面的蛤蜊本身是含壳的，那你这样子人家很难吃啊。所以这个在便利商店出现这样的商品，其实蛮有趣的。它是先于说，至少在台湾的日本料理店，我们没有看到类似这样的东西。这个产品呢，其实因为几年了，所以没有，应该讲说，不管哪一家，不管是全家或者是 Seven， 搞不好他们后面代工厂都同一家，我不知道。但是不管是不是同一家哦，就是基本上我没有看过，有什么重大的改变啊。那我看我的镜头往外一边哦。直到这阵子，我看到一个在 Seven 的清酒蛤蜊这个饭团，它的不一样的点在哪里？第一个，它比较大，它比较大颗一点，因为之前那个真的比较小一点哈。但是大颗不是重点啊，重点是在于说，它标榜的，因为它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饭店，还是日本料理店，还是位于饭店里面的日本料理店的大师所我们讲说怎么讲技术指导哈，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哈。
他做出来的饭团呢，它上面特别除了说讲说这个某某饭店啦、某某大师的这个指导之外呢，他特别标榜，各位去买那饭团就知道，在 7-Eleven 这几天才刚看到的，它上面写说是用踏迹的清酒，他使用的这个清酒蛤蜊饭团呢，用的清酒是踏迹的清酒。讲到踏迹呢，不管你喜不喜欢，或者是说，不管你对于清酒有没有很熟悉或不熟悉，题外话哈，前阵子有某位葡萄酒的大佬讲说，清酒呢，就是形容为可以迎合很多料理很简单的一种酒类，然后把它形容为。就是用不好的字眼啦，不是那么正面的字眼来形容这种清酒的特性。我坦白讲，我可以理解他讲这样的话的原因哦，因为清酒、葡萄酒我都有在喝。这位作家的书其实我也有几乎都有买哈，因为我觉得他是很典型的那种葡萄酒大葡萄酒主义者，而且。特别是用大葡萄酒主义者里面的大法国主义者那种感觉，这是我自己的感觉。那有关这个新闻，各位自己去找，因为我也不讲，免得这个到时候又引起这种比战不好。如果说你对清酒不是那么懂，或者是本身呢，只知道一些皮毛而已，应该都或多或少都有听过踏迹吧？踏那个其实的濑户内海的那个破音字踏迹水踏迹祭典的祭，这个我不用我讲，很多人都知道它以往的特色就是在于说，特别是他强调它的精米步合23有关精米步合这些东西，以前我都提过，我就不再重复提了。简单讲，就是把米磨得很小，磨得很精粹，然后拿去酿酒。那我海恩之前也提过，就是说任何我不敢保证任何，但大多数的果物或者是谷类啊、果物啊、水果什么的，那种香气大部分都是在外面。表皮的那一层，因为它为了吸引这个不管动物啊或者是昆虫来咬食，然后帮它传播出去嘛，把这个果实种子传播出去，所以它本身一定不管颜色，可能是颜色，可能是香气，可能是这个风味，甚至糖分等等，它要让这个我刚刚讲的虫鸟这些东西呢，会想要来吃它。会想要来吃这种果实，然后把它带到远的地方去繁衍。所以你像米这样子呢，把外面的那一层把它精米掉之后，去除掉之后，剩下比较核心的部分呢，就清酒的酿造来讲呢，目的是为了让它的原料比较精粹。精粹的结果就是，各位可以想象，有些像日本的有一种火锅是里面只有放昆布，就昆布，然后汤豆腐或什么的，就昆布，然后让昆布里面的氨基酸布满在水里面。其实那个水是非常的清啊，就是说它没有什么很浓的味道，然后放上那个豆腐下去，那豆腐本身也是就是很多氨基酸嘛，因为大豆嘛，就是植物蛋白嘛，那这样吃它的本味而已。也许再沾一点点酱油吧，因为酱油本身也是氨基酸薄酱油的东西啊。这样会不会好吃呢？如果就风雅来讲的话，是很风雅，因为它很干净、清澈如水，然后没有什么多余的这些我们所谓的杂味。清酒就强调两个，第一个是本身呢很清澈，第二个是。味道也希望它不要有太多的杂味，那种杂味，比方讲说像氨基酸啊、像酸度啊，那种杂味对这个清酒来讲会造成这个风味上的干扰踏迹一直以来，它是比较早期在做
高精米度，就是精米步合数字很低的那种。精米步合之前也提过了，数字越低代表它指的是指盛夏，所以踏迹很有名的那个有一款踏迹二哥三23%，意思是说那个原料米呢是被弄得剩下23%而已，其他都去掉了，77%都去掉了哈。然后拿那个比较核心的东西来酿造，所以酿造出来的清酒呢，加上它的那个使用酵母，或者还有他们整个制成的关系，因为它那个踏迹的这个酒造，踏迹是一个这个酒造的一个 brand 一个品牌而已。它的酒造名称叫做旭日东升的旭酒造，在日本山口县这个我也讲过了，一个酒造可能有好几个，里面好几个 brand， 但是也有酒造跟 brand 是跟那个品牌是同一个都有那这个踏迹跟这个旭酒造之间是踏迹是额外的一个名字它最有名的就是踏迹二哥三现在还有4哥5啊，还有3哥9吧，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子。然后听说还有更低的，这个细节因为我最近很少在喝清酒，我也比较不会去追逐这些东西，所以这各位上网去查询到了资料就可以了，不用我来特别说回过头来讲，如果你喝过踏迹，或是你听我在讲踏迹二哥三本身，它既然把它磨得这么小，然后联想到我刚刚讲的所谓的这种谷物水果啊，这种果实类的东西，大部分所谓的香气啊，甚至各种各样的风味都比较偏到外层为主。所以你如果把外面这个都去掉，剩下中间的东西来磨，以米来讲，就是几乎剩下淀粉来磨的话呢，磨到剩下淀粉，然后拿来酿酒的话，它原本果实的味道，就米的味道会很少，会降低非常非常多。然后纯粹你闻到的那种香气呢，就是不是米味是酵母和那个酵母曲菌、乳酸菌等共同去把这个清酒酿造出来的风味 flavor 就是有口感，在口味再加上气味香气。所以对于清酒酿造来讲呢，米当然很重要，但是它的精米步合也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会去除掉很多东西。另外就是酵母，还有我讲的那些那几个菌都各自扮演了一个角色。当然最重要的话，如果以单纯说完成这个清酒的香气的话，最重要的当然还是酵母菌可是其他的包含乳酸菌或乳酸还有这个曲菌，它各自有它的效果在，这个缺一不可都需要的。我把话题再绕回来一下，刚刚讲的那个某位葡萄酒大师讲说清酒很好搭配料理啊，然后用一些形容词。其实我个人会觉得葡萄酒比较像什么？比较像是你好像拿着一坨粘土去雕塑，去弄出一个陶制品，或者是去雕塑出一个雕像出来或是一个矿石，你把它敲敲打打，把它弄成一个这样一个艺术品出来。清酒呢，比较像是在组合模型，任何模型都可以组合模型，组合飞机模型啊，组合那个房子的模型啊，拼图都是不像，因为那个比较平面，我讲的是比较立体式的那种组合那我这样一讲，各位就可以去简单的区分说，葡萄酒大概比较偏向哪一种样子然后清酒更注重是细节的部分。我不是说葡萄酒不注重细节而是说两个注重细节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你要去组合积木啊、模型这些东西，每一个东西可能都是不太一样的东西，你要把它组合起来，你没有把它扣好，没有把它粘好，没有把它粘好，它就不会成为那个模型应该要有的样子。比方讲飞机，你可能就少了一个机翼了，那就不行了。所以今天这个清酒跟葡萄酒，如果你要做比较的话，
你单单由这种制作过程，还有我刚刚讲的这种比喻，你就知道说两个呢，基本上你不能把它放在同一个角度来看，即便他们都是酿造酒。对我来讲啦，其实酿造酒之前也提过了，就是说啤酒是啤酒，啤酒跟清酒也许有一点类似，但是它在另外一方面又有跟葡萄酒又有一点类似，就是说。即便葡萄酒、清酒和啤酒都是酿造型的酒，但是他们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你可以讲说清酒是很适合搭餐，这个话也是有点错误。我们用啤酒当例子来解释就好，因为有些人可能不了解清酒。啤酒我们简单讲就什么这个上层发酵啊、底层发酵啊，有那种黑啤酒啊，有比较所谓的那种偏花香、偏那种柑橘香的那叫 IPA 吧，那种啤酒，也有黑麦的啤酒，各种啤酒都有，有浓有淡的，然后有气泡很多的，有比较强调这个酒精度很高的，那些啤酒都可以称为啤酒，可是你能不能说这个啤酒就是很适合搭所有的餐点？不行啊！为什么不行？因为你没有讲哪一种啤酒啊。你今天所谓的黑啤酒跟这个黑啤酒比较浓嘛，比较厚，比较苦嘛，和所谓的那种比方讲金牌好了，这18天好了那种很单纯的那种果香啊，或者是柑橘味的香气，这种很单纯的你可以讲说它是白啤酒，或者是比较清爽型的啤酒。你要拿来跟黑啤酒来相比，这个就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你说它拿来搭餐，你会搭一样的料理吗？不一样啊。所以清酒也是一样，你不了解清酒，但是你要知道清酒有很多种。回过头来看哦，我刚刚讲到这个用踏剂来做的踏剂，他只讲用踏剂清酒哦，这个里面也是很多个就是很模糊的空间在里面，因为我刚刚讲过了。踏剂只是酗酒造里面的一个品牌，它的一个 brand， 一个 IP 哦。所谓踏剂清酒，哪一个等级？到底是精米步合是多少？然后还是说，甚至它有用到有气泡的型的，你都不知道。但是，其实我们用推理的方式就可以理解哦。如果他用的是很高等级的踏剂的话，他一定会写在上面。比方讲踏剂2哥3或踏剂什么2哥3什么圣诞夜版什么有了没有的，他一定会写在上面嘛。所以他如果写的东西越少，这个在清酒里面特别是这样哦。我之前提过，就是瓶子上面字越多，各种资讯越多，通常那个酒都一定是制作方式会比较特殊啊，通常也会比较贵哦。会不会比较好喝呢？就不一定哦，不一定，见仁见智哦。那他既然只写踏剂清酒，他要的其实是不是清酒2个字，要的是踏剂这2个字嘛。所以我买回来，其实我在现场吃，请他加热之后吃。刚咬下去的时候呢，我刚刚讲它比较大哈，那个不是重点，就是刚咬下去的时候呢。我可以闻到很浓的味道，我没有去看它的标签啊，其实没有去看它的后面的说明哦，应该要看，但是我没有看，因为我就习惯性拿起来一咬一吃。各位朋友一定要有另外一个知识，就是说我们在加酒精类的东西，你不管是煮西方的料理、煮东方的料理、煮台湾料理哦，或是中国的料理哦，加了所谓的加料理酒这种东西呢，基本上都是不太一样的酒，都是属于在地国家、在地风俗特有的那种酒哦。比方讲说，西方料理加的是葡萄酒嘛，那你要知道说加了白酒、葡萄白酒跟葡萄红酒，然后它的选择是怎么去做区分的？因为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哦。比如说海鲜，你基本上加白酒为主嘛。你如果要加红酒下去，那颜色都变了不说，那它
反而抢夺了原来海鲜的味道哦。所以你要加白酒，我之前看过一个朋友，他加的白酒是加的是他最喜欢喝的白酒，什么酒？甜白酒。Moscato 那种Moscato Muscat 那种气泡甜白酒，拿去做这个白酒蛤蜊面。后来我就问他说：“你这个面吃起来是不是甜甜的？”他说：“对，吃起来甜甜的。”所以不是喜欢喝的酒就一定拿来做料理就一定会刚刚好，你要看你要做什么东西哦。那种甜的白酒。或者是甜酒，可不可以做料理？可以，这以后我有时间再来谈了。基本上我也有发明一些东西，如果我有足够的时间的话，我现在时间越来越少了，那在台湾的话，当然我们很多料理都加的是米酒嘛，对不对？台湾米酒台湾米酒基本上你可以把它视为是。有一点像日本的米烧酎的感觉，米烧酎哦，我讲的不是清酒，是米烧酎哦。那日本料理本身呢，我讲的是在地的日本料理哦，在日本那边的日本料理，他们如果去加料理酒的话，通常都是加类似像本酿造这样类型的酒，或基本上的纯米酒。我讲的也不是说这个已经有到本酿造或纯米这样子的等级，它可能是专门制作来料理用的米酒，这样讲就是说它是比较单纯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是葡萄酒，不管是米酒或者是清酒，或者是中国那边的绍兴酒黄酒，你只要一旦加到料理里面，就是在加热，就是加热的过程。我们在吃烧酒鸡的时候，通常加进去之后，你不会加上去搅一搅之后马上就起锅了，不会。通常店家会做一个过程，就是点火，在上面打火机点一下，那个即便那个酒精度没有很高，我说台湾米酒，它一样会有泛起一层火光出来。西方料理很多也是一样，我在煮什么东西，稍微翻一下锅之后，什么那个轰一声，那个火就会跑出来。那中华料理当然更多了。为什么加热的过程中会产生这样的火花？其实就是因为酒精的燃烧嘛。所以呢，你今天加了这些酒精进入料里面去煮，加热的过程中，不管有没有点火。你不点火，你长期的加热，那个酒精也会分解掉，然后散发出去。你要的并不是酒精而已，当然还是有一些会留在里面。你要的是酒精，还有它在煮的过程中帮助把这些各种风味把它组合在一起。所以这个酒在料理的时候，这个酒本身的精致度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为什么？再怎么精致的东西，再怎么精致的酒呢？二哥三不管你是大吟酿或者是一般纯米酒，你丢到锅子里面一律都被破坏掉了，那种精细的部分一律都被破坏掉了。各位也可以联想，如果是精米步合数值越低的，就是它二哥三或者是什么三哥五就是它制作过程中去掉越多的外在的东西，剩下越内核的东西来酿造的话，那种型的酒呢，基本上你要不要把它温着喝？要不要有那种日本酒就是要温着喝的概念？不行啊！为什么不行？因为它做出来就是很精细的东西，香气它的味道就是可能很华丽或者很典雅。那你一旦把它加热之后，这些东西都不见了，特别是香气的东西，一加热就不见了。那你何必用这种酒来搭配料理？你只要选一般的纯米酒就可以了，不必去加热不必去特别去温热我之前也提过就是我有遇到朋友请我喝酒，他拿那个塔基二哥三过来，我当然很感激，因为我知道那个也不便宜嘛。虽然说那个很大众化了，但是它不便宜。
只要来之后就请那个餐厅的 waiter 就是分别去温了2壶踏迹二哥山出来，他一壶我一壶。因为是人家送了酒，我也不好意思讲什么，我就是跟着喝，但是喝起来就是那种已经跟我们喝冰冷的踏迹二哥山是完全不一样，喝起来就是酒精味很强，然后那个香气大部分都不见了剩下米香了，还有一些酒精味，还有一些脂味就是那种比较偏向米酒，就正常米酒的味道。当它的因为二哥山嘛，所以它的口感喝起来还是比较怎么讲，比较薄一点点，因为酸度比较低，比较薄一点点，喝起来比较像这要怎么举例呢？像温开水里面再加上，就像火锅汤好了，就是那种还没有丢没有除了丢那个骨头啊或者是昆布之外，刚刚熬好的那个汤底的那种感觉，类似像这样的感觉。回到我刚刚讲那个饭团所以我一咬下去的时候，我就预期不会跑出那种所谓的踏迹的那种二哥三啊，或者什么三哥五啊，什么四哥五、三哥九啊、四哥五这样的味道。为什么？他不可能用这么高级的东西去做这些东西，因为踏迹它其实还有各种产品各位可以看到，当然踏迹我没办法说它的百分比是多少，但是多年前的资料了，就是在日本清酒这个产业界里面，我们所谓的特定名称酒大概只有占市场。特定名称酒就是什么本酿造啊、纯米啊、特别纯米、特别本酿造啊、纯米吟酿、吟酿大吟酿、纯米大吟酿，这些东西大概只有占全部市场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25%。现在比例上有没有调整？我相信是有，但是那个是大方向的东西，它不会做太多的调整。那剩下75%呢？是什么？就是一般的，可能各种的那种大关啊、月桂冠那种，就是我们叫什么2蒸酒、3蒸酒，就是它有调味进去的那种型的酒。那种型的酒呢，或者用铝箔装的那种大的那种酒。那种酒其实拿来喝不太合适，但是拿来料理刚刚好。为什么？因为我刚刚讲过了，你用高级的酒来做料理的话，其实是不合适的。因为不是不合适，而是有一点浪费，而且效果也真的也是有点不合适。因为你做料理，你不要跟我讲说怎么吃原味最好。你今天加了调味料在煮东西的话，你当然希望它里面的那个层次感、味道的层次感，不管香气或者味道层次感是丰富一些的，而不是说只有很单纯的就是我就要吃个原味这样的东西，不是这样子你吃个牛排，你可能会沾一点盐啊，或者是沾一点这个 sauce 嘛，各种 sauce， 看师傅怎么去安排嘛。我那天咬下去的那个所谓加了踏迹清酒他自己写踏迹清酒的这个烤的蛤蜊饭团呢，我一咬下去呢，我刚讲过了，我没有闻到清酒的味道，但是我闻到的是清酒的酒粕的味道。酒粕就是酿完清酒之后，因为它是米去酿造嘛，最后葡萄酒也是一样，那最后都会剩下一些东西，你要把它分开嘛，把这个酒糟啊、酒粕跟酒体本身分开。那以清酒来讲叫清酒粕，然后葡萄酒的话叫葡萄酒粕。这酒粕有很多个用途但是以清酒粕来讲的话，它本身分湿的、分干的这种2种类型，这个通常都只有在清酒造那边呢在地才买得到，因为那种东西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防腐剂，没有特地在制作大量贩售，通常都是在地贩售的。那很多当地料理店会去买这种清酒粕呢，然后来当做这个料理的添加剂，因为它本身具有这个很强烈的这种
氨基酸在里面，各种各样的氨基酸，然后又有清酒的味道，可是它已经不是那种干净的清酒，而是就是你讲浊酒也不对，它就是已经变成酒粕了，就是已经可能干的，可能湿湿的，但是那个是完全不能拿来，生吃当然无所谓啦，但是我是说那个不能算是一种食物，那个变成是好像料理，好像味噌一样，是一个料理的东西，你可以添加进去，料理的添加剂那种感觉。举凡你要增加这个，不管是汤啊，或者是煮菜时候的那个风味的那个层次感，加酒粕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哦。我之前在办活动的时候，曾经请日本的曾经请进口商帮我从日本进口酒粕进来，我只做过一次，因为很麻烦，真的非常麻烦，那个比进口清酒还要麻烦很多，因为那个东西会坏掉。你拿过来过程中全程跟买那种高级的清酒差不了多少，就是整个运送过程。然后另外就是说你订货的你要赶快来拿，不然的话你冰箱放久了也不好，真的也不好。它本身因为没有加什么那种防腐剂哦什么的，通常就是越快用完越好啊。当然你说把它放冷冻冷藏可以放多久，这个我不知道，但是一般清酒造不会鼓励你这么去做哦。回过头来讲，刚刚那个饭团呢，我估计应该是用踏迹的酒粕去做出来的，就是踏迹这个品牌的各类型清酒，因为它既然有各类型清酒，它最后还是会产生酒粕嘛。我猜是用那个踏迹这个 brand 底下这个各的这些酒粕呢，去把它加在这个饭团里面去烤的，这个也比较 make sense。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烤的过程中，如果单纯只是加酒，就清酒撒在上面，那个一下就被蒸发掉了嘛。可是如果你是酒粕在烤的过程中，它已经先揉到不管是蛤蜊上面，或是揉到这个饭里面去了，再去烤出来，又有清酒的味道。其实应该讲酒粕的味道，因为酒粕味道比清酒味道呢更浓烈一点。哪方面浓呢？比较就氨基酸的味道比较强。简单讲就是大骨汤跟清水之间的差异，类似像这样的感觉。那因为它是半固体的状态嘛，所以加进去烤的时候，那个味道比较不容易因为那个就是烤的过程中蒸发掉，但是它又可以发挥到让这个食物本身呢更鲜美的效果。我猜是这样子啦。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试试看哦。就是在 Seven 最近出的这个号称踏迹清酒所做的蛤蜊饭团啊，烤蛤蜊饭团。如果各位去吃，那第一口咬下去的味道，那个就是酒粕的味道，蛮浓烈的酒粕的味道。这个至少在我之前吃的，不管是 Seven 或是更早期的全家他们出的那种所谓的清酒蛤蜊烤饭团里面，没有吃过这样的味道。那这个 Seven 最近刚出的这个呢，它就有比较浓烈的酒粕的味道，所以吃起来呢，你会觉得说这个蛤蜊饭团呢，感觉味道更浓郁，更层次感更多，是不是比较贵？我不晓得因为当时我是一起综合买的，然后那个饭团会比较大，估计价格一定比较高了，然后再加上用了就是如果真的是用，不要讲如果啦，用踏迹的清酒啊，或者是真的有加了酒粕在里面去做的话，当然这种东西成本一定比较贵嘛，毕竟人家是一个著名的品牌嘛。大概就讲到这里哈，这是我今天就这阵子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就顺便把它录一集起来。这阵子真的心烦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所以出影片真的效率很差。田土之道有道理，海恩，我理想中的
餐酒生活，拜拜。